说南宋绍兴8年啊，宋金和议进展到了关键一步。打金朝来了一位使者，使者名叫张通古。张通古是汉人，他在辽朝考中进士，走入仕途。辽朝灭亡之后，拒绝了宋朝递来的橄榄枝，来到金朝为官。这一年11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携带着金熙宗的诏书南下临安。您注意，这里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不称通问而称诏谕。这既是沿用当年北宋对南唐的旧例，也是承袭了金朝以往对待南宋的惯例。张通古出使南宋是当年的一个大事件，金朝要把河南和陕西割还宋朝，宋高宗赵构要奉表称臣。一路上凡是经历的州县，金方要求宋朝地方官员必须用迎接天子诏书的礼节奉迎金朝国书，金朝的使者必须端坐在厅堂之中，宋朝前来迎接的使者好像受屈的小媳妇一样，只能坐在厅堂的角落。他们出言不逊，对宋方接待人员百般凌辱。一转眼，张通古一行人来到了临安。双方会面之后，宋高宗赵构要面南背北而坐。张通古呢说了这样一番话，说大国之轻当小国之君，天子以河南陕西赐宋，宋曰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遇贬损使者，使者不敢传诏。意思是我大国上官等于小国的国君，我朝把河南陕西赐给你们宋国，作为使者我不能面北而坐，如果你们想贬损使者，我是不敢传诏的。于是张通古索要马匹，打算北归。听他这么一说赵构立刻命令设立东西座位，金使面向东坐，赵构面向西坐。可是接下来又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难题摆在了宋朝君臣面前。金方要求宋高宗赵构在接受金朝诏书的时候，必须跪拜在金使张通古的足下。这是漫聊两宋烟云的第19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别忘了帮我点赞转发。说自愿称臣，奉表跪拜，按照中国古代的名分规矩，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接下来的宋朝君臣究竟会如何应对呢？金太宗完颜乌齐买去世以后金太祖阿骨达的嫡长孙完颜和剌继位，这就是金朝的第3位皇帝金熙宗。此时女真贵族内部纷争不断，年罕忧愤而死。也有史料记载说年罕是被金熙宗下狱以后秘密派人缢杀。宋金两国对峙期间，金朝在两国之间曾拥立伪齐作为缓冲。现在金太宗和年罕相继去世，出于稳定政权等多方面的考虑，那么金朝统治内部决定废除伪齐这个傀儡政权。这年11月，左副元帅完颜昌、右副元帅完颜乌竹以南下伐宋为名，先擒获了前来迎接的伪齐太子刘林，又领兵进入开封，将伪齐皇帝刘裕押到金明池，废为蜀王。那刘裕本是宋朝济南知府，主动献城降金，甘心充当其子。在被废以后，他仍然向完颜昌摇尾乞怜，说我们父子尽心竭力，无负上国，请元帅可怜可怜我们吧。完颜昌摇了头说刘蜀王刘蜀王，事到如今你仍然这般不识时务，不知罪过。想当年那个赵氏少主离开汴京的时候，那老百姓是家家户户道路旁焚香祷告，烟尘飘渺，好似云雾一般，豪气之声相传10余里。再看看你们父子，一朝被废，整个京城没有一个人为你们说话。做人要知足现在朝廷还你奴婢骨肉，给你们父子降之不尽的财物，已经是够善待你们了。这个刘裕呢就这样下了台。伪齐被废以后金朝内部主和派占据优势，宋金双方的议和渐渐被提上日程。宋朝方面主要由宋高宗授意，左相赵鼎全力支持，右相秦桧此时羽翼未丰，再加上他行事诡秘，深藏幕后，暂时充当配角。武将当中驻守川陕的吴玠远离朝廷，韩世忠、岳飞坚决反对议和，只有一个张俊看准时机，对宋高宗的求和活动表示绝对的支持。转眼秦桧耍弄各种手段，排挤掉了赵鼎，迅速上位成为独相，把持朝政。这个宋金议和渐成定局。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南下临安，要求赵构跪拜受诏。宋高宗本人认为应该以和为贵，对这样一个卑躬屈膝的礼数并不介意，甚至专门下诏说大金遣使之境，朕以父皇子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长久以来无人修缮打扫，兄弟宗族无法团聚，
南北军民10余年间不得休息，所以我呀打算委屈自己求和。这个赵构啊，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向有着杀父之仇的敌人下跪称臣，为此专门下诏，所希望的无非是群臣应声附和。他想要在极不体面的礼书中，让群臣想尽办法绞尽脑汁，设法挽回一点可怜的体面。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从前言到行在，从地方到中央，不论朝野，群情激愤的抗议浪潮突然爆发，达到了中国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说这个赵构为什么膝盖这么软，皇帝当得这么窝囊？即便宋朝的军队声威已振，他仍然心甘情愿屈居人下。如果不和金人议和，最坏也无非是维持现状，南北对峙。他赵构依然是可以稳稳当当当这个皇帝的，怎么就这么没有骨气和血性呢？他的这个态度可以说是南宋一大历史谜团。在张通古之前，还有一个金国使者曾到访临安，这人叫做乌林达赞摩。这乌林达赞摩在抵达临安以后啊，表现极为骄横傲慢。双方在会晤期间，当时的宰相赵鼎问他说，两国休兵之后，这个边界怎么划定啊？乌林达赞摩的回答是，疆域土地不是你说了算的，得听我大金的，赐还给你多少就是多少。尽管金使气焰嚣张，但是宋朝这边的表现却极为恭顺。就在这个期间呢，赵构传旨询问宋徽宗的子宫以及韦太后和宋钦宗的情况。询问完毕啊，赵构掩饰不住哽咽，一个劲儿的抹眼泪。此后和乌林达赞摩仍有谈判，每每提起父母兄长，赵构都必定掩面而泣，声泪俱下。那个眼泪啊，就好像口袋里提前装好了的一样，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那位说了，中国人讲究孝道，赵构是不是因为思念父兄有感而发呢？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但是似乎临场表演的成分更多一些。当时的宰执当中啊，有一位王树，这是参与和乌林达赞摩谈判的唯一的一位主战派。王树在谈判过后啊，上奏说，现如今这个情况已非匹马渡江、扁舟航海可比。如果不念父母，不思宗庙，不痛宫阙，不恤百姓，那可就太令人心寒了。王树的奏对啊，其实是专门针对赵构自我标榜的孝道而发。如果您看过前面几期视频，看赵构的一些过往经历，也就不难理解，他如果真是因为孝道而议和，也就不会在称帝之前奉使渡河北上，拜帅引兵东逃了。在对金政策上，从打继位开始啊，赵构几乎一直都是在和不在战。这一点和他的父亲极其相似，俩人都是为了当一个太平风流天子，宁可委曲求全。赵构的情况啊，相比生平日久的宋徽宗有一点不同，就是军权已经不像他父兄时期那样易于控制。所以后来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说，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求和。这样看似乎就有点能够说得通了。他之所以急于求和，是为了解除韩世忠、岳飞等人的兵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可是从古至今啊，总会有一些难以用常理加以揣摩的怪事儿。赵构想求和，也完全可以设法以相对体面的方式保持和平，而他却生怕和谈不成，宁肯接受极为卑辱的要求，哪怕是让他跪拜藩邦使臣也在所不惜。他能拉下这个脸，文武大臣们可受不了。比如三大将之一的韩世忠，接连上奏10余封，其中一封奏书啊提到说，今人遣使前来有赵玉之名，并且要求陛下您像刘裕一样跪拜受诏。我自从听说了这件事儿啊，一直惶惶不安。这种事儿是万万不能做，您一个头磕下去，人心散了，队伍也就不好带了。对待金人，万万不可轻易许诺。现在的形势大不了举兵决战。说我呀，本是边远庸才，受国厚恩，无以为报。如今正当主辱臣死之时，臣愿效死节，率先迎敌，以决成败。10余封奏书，我们不能一一展示，只能说言辞已经极为恳切。话说的让宋高宗已经很难有辩解的余地，但是赵构仍发手诏，命令韩世忠说，疆场势大，正以轻为重，未可
暂离军中，同时诏令护从金国使者的一干人等要小心防护，不得有分毫差池，还专门以手诏严令接办使范同说，途中稍生事，当以鞭治。就是说，接待金国使臣，你要格外谨慎了，稍微生出一点事端，当心我扒了你的官衣。驻外的以韩世忠、岳飞为首的大将们纷纷反对议和。负责守卫临安的三衙长官杨一忠、谢乾、韩世良也都表示说，皇帝过分顺从金人，万一军民汹汹闹僵起来，恐怕单凭我们几个人弹压不了。大将之中呢，也不是没有例外，比较典型的是张俊，坚决支持皇帝屈辱求和。除了武将们，在文臣方面有更多抗议的奏章纷纷递送朝廷。时任提举临安府洞箫宫闲职的李纲慷慨上书说，自古夷狄临无中国，未有若斯之甚者。就是说，从古至今都没有这样的奇耻大辱，究其根本，全都因为我们不能自治自强，只知道偷安朝夕，没有长远之计。这都是群臣误导陛下所导致的。陛下如果轻易屈从，将宗庙社稷置于何地，天下臣民会怎么看？后世史书会怎么写？除了李纲一番发自肺腑的言论，还有前礼部侍郎张九成面奏宋高宗，强调金人狡诈应该从长计议。张九成被秦桧设法贬去官职，接任的曾开同样义正言辞进行抗议。赵构和秦桧又将曾开罢官复衔。走了一个曾开，又一任前礼部侍郎尹吞依然反对和议，说本朝荣辱之祸亘古未闻。秦桧看到奏章大怒，这个尹吞索性主动辞官退休。除了以上几位，兵部侍郎张涛、侍吏部侍郎晏敦富、户部侍郎李弥逊等人被秦桧拉拢，手段无非许以高官厚禄，全被他们严词回绝，坚决反对和议。他们有的是直接上奏朝廷，有的单独给秦桧写信。其中在秘书省任职的范如圭更是十分尖锐的予以抨击，说秦桧是至愚无知，自暴自弃，丧身极国，独留天下，必将遗臭万世矣。那个寻常百姓通常和朝政是绝缘的，但是临安热心市民同样愤愤不平。他们知道秦桧一直是和议的倡导者，有人甚至在街上醒目处张贴榜文，上面写了6个大字，说秦相公是细作，一针见血，简单直接。有的军人甚至扬言要发动兵变，杀掉秦桧。咱们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史上，像宋高宗这样对杀父仇敌卑躬屈膝是史无前例的，而群臣以至百姓对这种行为的批评和谴责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赵构的孝字号遮羞布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他这个脸上被一次次打得啪啪作响，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恬不知耻，丝毫没有回心转意的打算。很快有枢密院编修官胡权上书，让这场抗议运动达到了高潮。由于篇幅太长，我们只能挑选其中一个比较精彩的片段，说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执犬治而使之败，则夫然怒；今仇虏则犬治也。堂堂天朝，相率而败犬治，曾不若同治之所修，而陛下忍为之也。这段话骂得很痛快，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他把金人比作猪狗，给猪狗下拜，三尺童子都不会干，而陛下您却能甘心忍受。言外之意就是骂赵构不要脸的程度连3尺高的孩子都不如。胡权这篇声讨投降主义的檄文不仅针对宋高宗，还提出将秦桧等人斩首示众。宜兴有一位叫吴师古的进士，第一时间将胡权的文章刻板印行，这篇文章迅速传播开来。临安市井间是喧闹沸腾，数日不定。金人给出千金的高价，只买了个副本，在女真贵族内部同样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面对千夫所指，视权如命的秦桧提出辞职，那个赵构也恼羞成怒，准备将胡权处死。碍于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言，最后只能将其免去死罪，流放到了岭南。宋高宗惩处了胡权，但是反对和议的声音仍然此起彼伏。金使张通古在跪拜受诏的问题上依然坚持强硬立场，赵构一时之间焦躁万分，却又无计可施。为了打破僵局，人们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由秦桧等宰执代表皇帝向金使下跪受诏。张通古终于表示同意，
绍兴8年12月末，宰相秦桧等人来到金人使馆，代表赵构跪受金熙宗诏书之后，将诏书送回朝廷。依照仪式文武百官需要穿戴朝服，引导护从。由于许多官员拒绝跟从，秦桧特意找来一伙打杂的，穿上朝服，假扮百官。张通古骑着高头大马直入殿门宣诏。宋金成功和议之后，张通古完成了使命，择日回国。按照双方协议，宋方需要按年交纳银绢共计50万，金方同意归还河南诸路，归还宋徽宗正后的子宫以及宋钦宗韦太后。宋方遣使报谢不表，单说宋高宗赵构经人提醒想起来既然接收了河南之地，就应该赶快派人朝拜赵氏祖坟，也就是所谓的西京巴陵，大致位置在今天河南省巩义市南，包括宣祖赵弘殷的永安陵，以及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共计8个陵寝。自靖康之后10余年间按照中国古代传承的习俗，挖掘祖坟、破坏风水也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西京巴陵在金人和刘裕的肆虐之下，已经是遍地荆棘，满目荒凉。8座陵寝全部惨遭发掘，哲宗皇帝的遗骨更是被扒出来随意扔在一旁。前去祭拜的官员们只能是解下衣袍包裹了哲宗的遗骨，又领人逐个陵寝妥善修葺一番。赵构得知自己祖坟被挖，心中愤懑，脸上难堪，但是跪舔金人的态度仍然是保持不变。然而这种情况很快急转直下。南宋绍兴9年，经国天眷2年，金朝发生了政变，主战派的完颜沃本和完颜乌竹杀掉完颜昌等人，宋金和议即将被撕毁。早在当年3月出使金国的王伦得知情况即将有变，第一时间向朝廷密奏，但是并没有引起重视。按照常理呢，既然金朝已经归还了河南，宋朝应该及时派兵接管防务。可是在赵构、秦桧的主张下，河南新腹地区基本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宋朝毫无措置，但是金朝已经厉兵秣马。绍兴10年的5月，已经升任都元帅的完颜乌竹打破金朝以往的用兵习惯，将夏季避暑时节改为用兵时节。乌竹亲率10余万主力军，兵分4路，大举来犯。5月中旬，南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琦在北上赴任的途中刚走到顺昌，就听说金军南下，开封已经丢了，金军的前锋已经进至陈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致的地形。顺昌呢，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陈州就是今天河南周口的淮阳区。从开封往东南走大约300里就是陈州，从陈州再往东南走300里就是顺昌。这个顺昌地处淮北颍水的下游，南有淮河，北临颍水，东接亳州、寿州，西边是蔡州，这是金军南下的必经之地。刘琦此时的兵力大概是2万左右，进不足以抵挡金人兵锋，退则淮北不保。自古守疆必守淮，权衡利弊之下，他决定和知府陈规共同坚守顺昌。可是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兵，顺昌军民陷入了一片恐慌，甚至有的将领认为金兵势不可挡，应该以精锐殿后迅速掩护军民老小，顺流返还江南。为了激励士气，凝聚人心，刘琦做了这么几件事。首先呢，凿沉船只，激励将士表明义无反顾的决心。其次，将自己的妻子儿女安置在一所寺庙，在周围堆满柴草，命令守门人，如果战事不利，金人攻陷城池，就请放火烧了我一家老小，免得他们遭受金人的侮辱。主帅有必死之心，麾下将士必然深受鼓舞。第三件，刘琦派出大量的斥候，不断的侦察金军虚实动向。第四件，发动民众加固城防，增设障碍，尽可能做好力所能及的准备，迎战金军。绍兴10年5月25，金军有几千名左右的游骑渡过颍河，进逼顺昌城郊。刘琦的伏兵成功将这伙游骑击退，并且生擒活捉了金军银牌千户阿赫沙和阿鲁2人。从俘虏的口中得知了金军有韩长和以翟姓将军带领部分兵力在距离顺昌30里的白沙窝一带扎营。刘琦是趁其不备，夜袭金营，双方一场激战打到了第2天凌晨，宋军首战告捷。金军韩翟2将带领残兵逃到陈州，
向龙虎大王突赫素和葛王完颜兀禄汇报以后，3万多金军在5月29这天包围了顺昌城。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宋代的顺昌城很小，这个城墙周长只有4里。为了加高加固城墙，刘琦下令把一部分运输车辆拆下车轮埋上城头，再辅以民户门板作为遮掩，同时在外围构筑了一种被叫做养马城的防御工事，形成立体防线。说这天突赫素等人统领大军兵临城下，刘琦下令四面大开城门。金军感到很是疑惑，说这鸦雀无声的劲头是摆了空城计吗？光听说过没见过。过不多时看到这个城上有兵丁换防，秩序井然，就好像没有敌情一样。突赫素和乌禄不敢贸然进兵，一边试探着靠近，一边向城上射箭。可是很快发现城外建有养马城，弓箭射过去好像作用并不大。好吧，那就开始全面强攻吧。他们这边刚一收缩包围圈，城上的宋军突然强弓劲弩开始还击，一时间双方开始对射，箭如雨下。咱们前面讲吴界的时候聊过，金军的弓箭在性能、射程、威力等方面都要稍逊于宋军。那么这一次的顺昌神臂弓被再次派上大用场，宋军利用养马城做掩护，以破敌弓和神臂强弩来创造战机。金军一时间是伤亡惨重，被迫后撤。刘琦瞅准时机派出一伙步兵出得城去展开近身肉搏战。这伙人是清一色挑选的年轻力壮的精壮小校，人手一把大砍刀，靠近了先砍马腿再砍人。金军一时之间抵挡不住，纷纷仓皇逃命。接下来几天战斗依然持续，但是女真铁骑早已不复往日风采，接连遭遇败绩，已经无法组织大规模的进攻。到了6月初2，突赫素下令停止进攻，从陈州方向增调兵力，择日再战。此时的金军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攻占顺昌城，却忽略了自身营寨的防守。刘琦利用雷雨天气，派遣骁将严冲领500名敢死队员，趁着黑夜突入敌营。天空雷电一闪，他们就一跃而起，奋勇杀敌。雷电过后，他们就潜伏不动。金军遭遇突袭，可是摸不清宋军底细，转瞬间满营大乱。500宋军壮士事先定好了暗号，他们折竹为教，时而分散，时而聚拢，或杀或止，忽隐忽现。金军在惊恐之中只闻叫声，不见敌手，渐渐在混乱中开始了自相残杀。等到天亮以后，发现伤亡已经极其惨重，突赫素和乌禄一合计，只能退兵而去。完颜乌竹在开封收到战报，说进攻顺昌的兵马已经遭遇惨败，一时间他是坐立难安，心急如焚，马上亲率大军10余万，星夜兼程，从开封直扑顺昌。完颜兀竹所统领的是金军中的精锐，攻城略地，悍勇无比。其所仰仗者，一为铁浮屠，一为拐子马。铁浮屠是重甲骑兵，头戴只露出双眼的兜鍪，身上披着抗击打能力极强的铠甲，手里拿着最为精良的武器。相传是每3个人为一个战斗单位，后面紧跟着巨马子，每向前一步，巨马子跟着往前挪一步，以是一往无前，绝不后退。又在左右两翼以精锐轻骑相配合，号为拐子马。6月初7完颜兀竹领兵在顺昌城外营水北岸扎下连珠硬寨10余里，抬眼望见顺昌城垣单薄简陋，兀竹满含轻视的说：“这顺昌在我看来不足为虑，用靴子尖就可以将其踢倒。”正说话间，突然有小校来报说逮住了宋军2名细作。兀竹命令把俩人带进帅帐，亲自审问。当问到宋军主帅刘琦为人的时候，俩人回答说：“刘琦本是太平边帅子，平时喜好声色，贪图安乐，无所作为。”兀竹听后信以为真，哈哈大笑，命令留下攻城俄车和炮具。拿下顺昌之后，城中女子金帛可以任意裸掠，男子不论老幼，一律斩尽杀绝。咱们书中暗表宋军那2名被逮住的细作，实际上是刘琦提前设计好的。两人装作打探敌情，遇到敌人就故意坠马被擒，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完颜兀竹麻痹大意。不单单如此，为了进一步激怒兀竹，刘琦还专门派人送去战书，挑逗兀竹说：“是爷们儿你就过引河来试试。”兀竹果然中计，不顾长途疲劳，人困马乏，决定立即展开会战。这还不算完，刘琦还公开为兀竹架好了桥梁。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守城一方更多的是拆桥毁路，阻止敌人前进。刘琦的一反常态，其实是为了让兀竹大军按照早就设计好的路线进入死亡区域。
根据当时天气炎热和金兵远来、人马饥渴的形势，刘琦早已布下重重毒阵，水塘里有毒，水井里有毒，草地上撒毒，喂好了那个毒药的豆子被散布到战场，连颍河上游都已经安排好了人手，专等金军渡河，参考水流速度往河里投毒。说6月初9一大早，决战正式打响，完颜兀术领兵渡过颍河，10余万大军将顺昌东西南北围得好像铁桶一般，鼓声雷动，呐喊不停，双方很快展开激战。刘琦手下的2万人去掉虎头军和辎重兵，能够作战的大概有14000到16000人。实际上刘琦军呢是分成数队轮流出战，最多的时候也只派5000人，但是打法极为巧妙。针对女真铁浮屠和拐子马，刘琦对战士兵器进行了合理的配置，持长矛者专挑敌人头盔，打重斧的负责专砍马腿，利用养马城以逸待劳，主动出击，避开弱敌韩常，一举突入乌竹营垒，打败了装备最好的3000牙兵。那么金军的拐子马利用机动性迅速从两翼包抄，由于宋军奋勇作战，金军没能得逞，盛夏酷暑，金军人马饥渴，由于水源和青草都被投毒，中毒而倒的不计其数。烈日当空，宋军不停袭扰，接连2天时间战斗异常激烈。宋军中有统治官赵遵、韩直身中数箭，仍然殊死奋战，有的士兵甚至空手与敌搏斗，一起滚入城壕。乌竹损失惨重，不得不将营寨移往他处，他们放弃强攻，改为长期围困。6月11，风云突变，暴雨倾盆，平地水深1尺有余。刘琦是丝毫不给敌军喘息机会，派出劲旅再次发动夜袭，一场混战打到天明。女真人耐寒不耐热，连中毒带水土不服，尽管有10余万之众，几天折腾下来已经是伤亡飙升，锐气尽丧，再留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完颜兀术带着遗憾，下令全面撤离顺昌。这一场顺昌大战，刘琦以少胜多，以不克其，取得了彻底胜利。说安徽阜阳至今仍有一种叫做枕头馍的特产，在顺昌大战发生之际，当地百姓自发蒸制大馍送到军中。这种大馍长约1尺半，重约3斤，军士在饿时切下一片就可以充饥，休息的时候呢可以枕头而卧，因此得名枕头馍。刘琦其人少年英武，自幼随父在军中成长，有着极为丰富的治军经验和才能。经历顺昌保卫战，更是将其军事天赋发挥到了极致，以攻为守，屡次夜袭金营，成功利用了敌军主帅的麻痹轻敌，在精心做出准备之后，最终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南宋历史上比较典型的城市防御战，刘琦呢以不足2万的兵马，成功击退了完颜兀术10余万大军的围攻。其麾下以当年太行山血战闻名的八字军为基干，首创南宋开国以来在平原大破金军的记录。按照金人自己的说法，是马踏中原以来首先败给了吴建，当时主要是败在了地利，而这一次顺昌败给刘琦，则是真正意义上正面作战遭遇败绩，这是15年间从来没有过的。南宋绍兴10年的宋金战争，事实上呢分为西部、中部、东部3个战场，西部和东部战事焦灼，不起决定作用。而在中部战场，刘琦在顺昌取得大捷，岳飞在鄂州养精蓄锐多年，也趁机北向大举进击。郾城颍昌之战即将开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读历史之山河，感谢您的收看收听，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慢聊两宋烟云的第19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赞、转发、评论。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